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身体的根本不被破坏，才能够远离疾病。但有的人很慵懒，除了平时不怎么运动，喜欢待在家里面，就连吃完饭也习惯性的躺下，躺着玩手机、看电视，或者是直接的睡觉。这种行为用不了多久就会让许多的毛病找上门来。如果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应该自我反省，及时的纠正，别等到健康受威胁才来重视。一、吃完饭后，食物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有哪些变化？其实，食物进入到身体里面，真正的消化吸收是从人们的胃部开始的。当食物在口腔当中被研磨之后，进入到胃里，才真正开启了食物的旅程。食物进入到身体里，第一站就到达了我们的胃部。这个时候，营液和胃酸会大量的分泌，然后会对食物进行初步的溶解，把一些比较大的颗粒溶解成相对而言比较小的颗粒，然后会在胃部的蠕动作用之下，把小颗粒运送到小肠和十二指肠当中。于是食物就到达了身体的第二站，也就是我们的小肠。小肠这个部位是吸收营养非常重要的部位，而且它的总体积很大，在小肠当中来自食物的营养物质基本上都已经完全的被吸收了，比如脂肪、电解质、蛋白等，会把它转化成小分子物质，比如氨基酸，然后再转到大肠。于是食物就到达了身体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我们的大肠部位。一般食物在经过小肠以及胃部的消化和吸收之后，营养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几乎就是无机盐、水分以及食物残渣等的物质。大肠当中又含有很多的微生物，通过这些微生物的腐败作用，会把这些残渣转化成粪便，所以大肠又能够作为储存场所，也就是一个储存身体消化残渣的重要场所。而最后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过程了，也就是人们排出粪便的过程，这样食物就全部的排出身体之外了。二、吃完饭总想躺着是什么原因？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特别是在吃完午饭之后会特别的困，总想躺着。那这是什么回事呢？一方面是因为当人们吃下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时候，人们的身体里会分泌一种血清素，而血清素它能够达到调节食欲和睡眠的效果。另外，血清素在身体里面还可以很好的调节身体情绪，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以及激素。另外，人们在吃完东西以后，血糖水平会有所升高，这个时候胰岛素分泌量增加，会在脑中形成五羟色胺，会形成褪黑素，褪黑素多了，人就会犯困，并且有相关的研究显示，食欲素也可以调节人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分泌比较低的时候，人们就会失去动力，并且总感觉到疲惫。而发作性睡眠就是因为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而带来的一种现象。所以通俗的来讲，这很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一种捕食本能，也就是饿了就需要打起精神来觅食，而吃饱了就需要多休息，千万不能贪吃。三、经常吃完饭就躺下，时间一久，身体可能会出现这4个毛病。一、反流性食管炎。很多人吃完饭之后就会感觉到特别的困，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懒惰，就会选择在吃完饭之后直接的躺在沙发上，或者是直接的去床上睡觉。但是大家却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使自己增加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生风险。这是由于食物获得的胃酸会分泌参与消化，而在直接躺着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姿势会存在一定的改变现象，导致胃酸和其他消化液更容易的反流到食管里。这种反流会刺激食管黏膜，导致炎症和损伤，从而增加了反流性食管炎的风险。二、消化出现问题。如果你经常在饭后就立刻的躺下，
时间久了，很可能会出现消化的问题。在进食后，身体需要分泌大量的消化液来帮助消化食物。如果只是平躺，会导致消化液在食道中堆积，进而引起胃灼热、胃酸倒流等的问题。此外，长期饭后躺下还会影响肠道的蠕动，导致肠道的功能下降，进而引发便秘、胃痛等的消化问题。3. 肥胖。想要保持机体健康，需要讲究动静结合。吃完饭不能马上就躺下，因为有这种行为，许多不良后果会出现。例如，体重快速的变化，有逐渐发胖的趋势，说明身体的能量消耗速度缓慢。吃完饭获取的食物，营养物质被吸收，也会提供许多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最好起身活动，做做家务，舒展筋骨，才能把部分能量利用完，达到平衡状态。而持续的躺着不动，能量堆积越来越多，体内脂肪物质累积后就会发胖，而肥胖又是许多疾病出现的罪魁祸首，需要避免。4. 心脑血管疾病。吃完饭就躺着，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增加。人的大脑、心脏要保持功能良好，得先确保周围的血管畅通，保持功能正常。但持续不正确习惯养成引发肥胖，后续会指标不稳定，伤害的不只是血管，就连这些器官也会功能下降。而心脑血管疾病来袭会威胁健康，缩短寿命。想要更好的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吃完饭应该适当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把部分能量消耗掉，同时加强代谢，促进血液循环。4. 如何减少饭后躺平带来的危害？ 1. 饭只吃7分饱。建议大家每顿饭不要吃得太饱，要做到营养均衡，最好只吃7分饱，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特别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如此依赖肠胃的负担就会有所变弱，身体的血液也不会过多的停留在肠胃帮助消化，就可以很好的去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此同时，这样饭后躺下的负担也就会变少，可以很好的减少饭后平躺所带来的危害。2. 饭后进行适量的运动。饭后进行适当的运动和锻炼，可以增强身体的新陈代谢的效率，还可以帮助增强来自于心脏的活力。饭后进行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有助于提高消化能力，并且可以尽可能的消耗掉多余的能量，帮助减少脂肪堆积。因此，建议大家吃完饭后最好是静坐30分钟以上，再来剧烈的运动或者是躺下，减少对肠胃的伤害。5. 有很多饭后不能做的事情，饭后躺只是其中的一点。1. 饭后不宜立刻的松开腰带。吃饱饭后觉得腰带太紧了，如果饭后立刻的松开腰带，会使腹腔内的压力突然降低，减弱消化道的支撑作用，增加了胃部的负荷，长期这样容易造成胃下垂。2. 饭后不宜立刻洗澡。饭后人体的消化系统开始运作，大量的血液涌向胃部，其他的器官就相对的缺血，这时候洗澡会使体表的血流增加，减少胃部血液，引起消化不良。饭后立即洗澡还容易使血压瞬间的升高，对于老年人来说就容易引发心梗和脑出血。3. 饭后不宜马上开车。餐后由于胃部消化的需要，大多数血液会集中到胃部，大脑暂时处于缺血的情况，大脑的注意力和思维都比较差，这时候开车就比较容易发生操作失误而发生车祸，最好饭后1小时后再开车。看来饭后不能立即就做的事情还真的不少，那究竟饭后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饭后大家可以缓慢的散步，加快肠胃的蠕动，从而帮助消化，或者可以收拾一下碗筷，做一些类似于洗碗的简单家务活。如果没事干，那么在家里站一会也是可以的。要注意避免饭后不能马上做的事情，才能利于消化，利于健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